过来，我跟你讲。 如果啊，你现在有打算要买电动车啦，你平时的日常通勤啊，只是30-50公里罢了，电动车很适合吗？不过啊，如果你要去 JB 去 KL 就很麻烦了，要找地方充电，你会担心电量不够 ，PHEV 就完美了 ，2 in 1，你又可以用充电的方式日常通勤，完全不用打油。你要走远，打满它1300公里啊 ，J Cool J7 PHEV 根本就是来马来西亚卷烂那些其他人啊。 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具备了 Sony Starvis2 IMX675的感光元件，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Rider ATH 在2024年的时候啊，就有颁发了一个 SUV of the Year 的奖项啊。当然 ，SUV of the Year 2024呢，也一直有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身后这一台来自 J Cool 的 J7 啊。但是今天这一台跟2024年得奖的那一台 J7 又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哦，因为我身后的这一台 J7 呢，它是一个 PHEV 版本。PHEV 是什么意思呢 ？PHEV 就是 Plug-in Hybrid， 就是跟电动车一样，可以充电，也可以像普通 HEV 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用它的引擎来为它的电池提供能源。所以这种新能源车，以中国车来讲，在马来西亚目前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只有我身后这一台 J Cool J7 PHEV。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买一台车 full charge full tank 的情况下，可以走1300公里啊？我身后这一台 J Cool J7 PHEV 呢，经过实测啊，是实测，而不是字面上的一些数据哦。这台车在 full charge 跟 full tank 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走1300公里。之前呢 ，J Cool Malaysia 就有带队哦，从新加坡穿越到马来西亚，再穿越到泰国，一共是130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啊。这台车在没有打油和没有额外充电的情况下都可以实现哦，这一点真的是很赞的。再来就是你们都知道我对车的动力要求啊，其实还算蛮高的啦。以马来西亚目前买得到的 Honda Civic Type R 是一台轿跑啊，价值40万马币的一台 Type R 呢，它的马力啊是320匹。那这一台 PHEV 版本的 J Cool J7 呢，它的综合马力表现却有340 horsepower 啊，这个真的是太强劲了。而且它的0-100加速是可以控制在8.5秒以下。以一台那么重的 C segment Premium Off-road SUV 来讲的话，这个加速表现真是无敌哦。而这台车呢，在马来西亚的售价会是多少钱？这台车只需要158800块。你没有听错啊，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啦，我们拿 CR-V 来讲，那台车呢是接近20万了，而且不是 PHEV， 不是 Plug-in Hybrid。你可以用158800块买到 Plug-in Hybrid 的车，你可以把它当 ICE 车来开，你可以把它当 HEV 车来开，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EV 车来开。因为如果你每天的行驶路程不会很远的话，你可以启动它的 Full EV 模式，然后每天回到家就是插头充电，隔天它就满血复活了。想起来真的是很完美。 It was perfect. Perfect.
everything。你连打油钱都省到完了啊！这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想要尝试买全电动车，可是又犹豫，万一有一天我驾到路上没有电了怎么办？那你可以选择 PHEV， 又可以 EV， 又可以打油，你不怕没有电？没有电，2块05分的汽油打下去，它又是一条好汉了啊！ Nice。那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为什么就一直定格这样？因为我腰伤复发，真的是很痛啊，所以就让我们的卷面来代班一下啦。Let's go。首先外形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Jayco J7 PHEV 跟它的汽油版其实是差别不大啦。这个非常标志性的 Checker Flag 的 Daylight 都还是有保留着。至于车头灯的话，就是放在下面这部分啦。所以这个 J7 PHEV 的整个前脸其实都跟汽油版的是差别不大啦。不止车头灯包括这个沙龙的部分，整体都还蛮相似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单单从这个车头，应该是分辨不出 PHEV 或者是汽油版的差别。车色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次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这个轮圈的部分。同样，它还是一个 Alloy 的 Rim， 尺寸方面是235/50R19寸。不过这整个 Rim 的设计就是采用这种封闭式，毕竟它是一台 PHEV 车，所以比起汽油车的话，它就要更加的去减少这个风阻，所以就采用成这种跟电动车还蛮相似的设计。同样啦，这个 cover 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就整体造型来讲，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 Jayco J7 的 Rim 的设计样式。那么车色其实除了这个 Rim 的差别以外，我们这次也可以看到这个 J7 PHEV 版本车侧也多了这个 Lining， 这个 Lining 我记得在之前的 J7 汽油版本上面是没有看到的。同样，它的这个图案也是跟车头灯有一个相呼应的感觉啦，是这种类似 Checker Flag 的样式这个 Lining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无伤大雅啦，毕竟它是在车这么底下的部分做一个点缀，我觉得还 OK。再来车侧这个side mirror也是跟 J7 汽油版本也不同的一个地方。如果是汽油版本的话，大家应该都还蛮有印象就是这个 J7 毕竟要配合它的这整个车身造型，做它的side mirror就比较方正。来到这个 PHEV 版本的身上，它就是采用这个样式。那么这个样式其实我在中国也有看过啦，就是和 Jayco 的 JX 是采用同样一组side mirror。那么刚刚side mirror跟大家讲到，除了要减低风阻以外，其实这个 J7 无论是汽油版，无论是 PHEV 版本的这个门把手，也是有助于降低一部分的风阻啦毕竟它在锁门之后是整个往内收，整个车侧就是全屏这个时候同样也是可以稍微的减少风阻。那么这个 J7 除了可以打油以外，这一次它同样也可以打电啦，说没有错 ，plug-in 的 hybrid 我相信在本地以这个价位来讲，应该是同级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我相信这个 J7 的 PHEV 应该都可以成为蛮多人的首台可以打油又可以打电的车款。车尾除了这整个车尾灯跟它的车头是相呼应，也和这个汽油版的 J7 同样以外这整个车尾唯一一个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这个 exhaust 的部分。这个 exhaust 虽然它和 J7 的 ICE 版本都还是采用双边双出，不过在 PHEV 版本的身上就把它隐藏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车尾箱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 J7 PHEV 也是有采用这样子的一个类似 projector 上面的荧幕啦，所以这个就还蛮适合 J7 户外生活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它的这个 projector 可以是从它的这个 bonnet 的上方直接射下来的话，哇，这样子包买 projector 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会更加加分啦。所以这个 Jayco 方面可不可以考虑一下？那么进入到这个 J7 PHEV 的内装其实它在内装的差别对比起外观的话会来得更加大。那么首先配备方面跟 J7 一样都相当的齐全，包括大家最需要的这个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电子 meter， 甚至到抬头显示器 HUD 这些在 PHEV 版本的身上同样都还是有搭载。那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只是一些美观上面的东西而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板是最大的差别啦，这整个门把手包括这整片门的 panel 我相信都不一样啦，它就少了 J7 那个非常粗壮的一条银色饰条，那个饰条的设计其实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它的上面还有一个铆钉这样子的形状嘛，所以我觉得那个造型就真的很符合 J7 的这种比较硬气的感觉。那么我讲的这整个门板除了那个把手以外，包括这个开门的握把，包括这个窗口的开关按键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就看起来更加简单一点。那么来到 Center Console 的部分，同样也是和汽油版有蛮大的一个区别。当然首先你一上车一个动作就是要进牙嘛，那么这整个牙柄这次就不见掉，同样它跟自家的 Omoda C9 比较相似，它把这个 gear knob 放在我们俗称的 Mercedes 的位置啦。那么这整个 Center Console 的部分它的整个排列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这次就多了更多的这个置物空间，你可以放2台电话，当然同样还是有搭载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部分不过杯架、手机的这些位置就多了还蛮多的空间。那么在这整个 Center Console 的部分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它还有多了一个 HEV 的按键，甚至是 EV 就是各种驾驶模式你不需要通过荧幕，你只需要通过这个实体按键都可以来做到一个调整。那么再往 Center Console 的后面一部分看它的这个对开式的冰箱门，那么同样这个 J7 PHEV 的 glove box 里面也还是有这个冷气的旋钮，你可以开启这个旋钮，它就会让后座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同样也会把风送来这个空间里面，所以你的冷饮放在里面稍微会冷一点点啦。来到这个 J7 PHEV 的后座，同样这一点我也是在 J7 汽油版本上面一样也是会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椅背倾斜的角度坐起来是真的还蛮舒服一下的。不过椅垫长度我觉得就稍微欠一点点，不过毕竟是一个 PHEV 的车型所以我原本预期它的这个地台是会被抬起来蛮高的，毕竟底下要放置
电池的部分嘛。不过实际坐上来过后，我发现到它的地台并没有被抬起来太多了，所以整个坐姿确实是还蛮舒服一下的。那么讲完优点嘛，其实还是有点地方我觉得可以补足的。它的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啊，就没有的调整风量的大或小，也没有的调整温度，你就只可以选择我要开或者直接这样子把它关掉，所以就只有2个选项，这点也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稍微可以再调整的话，可能会更加好啦。音响的部分，我相信也是现在人买车很多都会在意的啦。那么 J7 身上的 Sony 音响，这次同样在 PHEV 版本的身上也是没有被取消掉，这点我就觉得还蛮庆幸一下的。虽然你在这个 speaker 是看不到 Sony 的 logo， 不过你只要往下去移就可以看到，同样还是有搭载这个 Sony 的音响。所以我认为啦 ，PHEV 的 J7 它就是在汽油版本的配备以上再次升级，更加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大众会对中国车这个配备给好给满的这个印象。所以如果你们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你们邻近的 J-Cool Showroom， 全马各地都有。但是如果你是在新山区或者南马区的话，一定是要到我们的 Gagner Auto 那边去看因为那边有非常舒适的环境，然后又有车给你看、给你摸、给你 test drive。其实我一直就有在提醒大家，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你们觉得身后这一台 J-Cool J7 适不适合你们呢？我是觉得很适合我啦，这台车，因为长途跋涉对我来讲真的是我的日常来的。所以如果一台车在满电的情况下和负电的情况下可以实现1300公里的路途旅程的话，这台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如果你们想要选购 J-Cool 的任何车款的话，都可以到我们 Johor Bahru Blenton 的 Gagner Auto J-Cool Showroom 那边去看这一台车，体验它、摸它、感受它、试驾它。我相信没有人会抗拒这一台只需要158800块的 PHEV Premium Off-Road SUV。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